如果下一场全球金融风暴真的从欧洲爆发，你觉得谁会是最大的赢家？欧洲当然不是，中国也未必是，答案很可能还是美国。更反直觉的是，欧洲越痛苦，美元资产反而可能越强。这听起来很荒谬，但10几年前这个剧本真的上演过一次。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把全球金融市场炸穿，美股一度暴跌超过 50%。正常逻辑应该是危机从美国爆发，全球资金应该逃离美国。结果200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却完全相反。欧洲呢，接着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接连出问题，欧元遭到重创，全球资金最后没有远离美元，反而大规模重新流向美国，美债有人买，美股有人买，美元资产重新成为避风港。随后10几年，美股开启了历史上最疯狂的一轮长期牛市。所以今天呢，真正值得问的问题呢，不是欧洲经济呢跟我有什么关系，而是如果欧洲再次出现债务和货币压力，全球资金会往哪里跑？答案可能决定未来几年全球资产价格最大的资金迁徙。很多人呢提到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中国，因为中国 GDP 接近20万亿美元，制造业规模庞大，在新能源、AI、芯片、电动车上都在直接追赶美国。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会发现欧洲才是美国金融体系里一个经常被低估的变量。单个看呢，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没有美国或者中国那么大。但欧盟本身拥有统一市场、统一关税体系、统一贸易规则，欧元区更共享欧洲央行和统一货币。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大型经济区域来看，它的经济体量依然处于全球最前列。更重要的是，欧洲手里呢握着大量美国资产。原稿统计，如果把欧洲国家持有的美债加在一起，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如果再算上股票、企业债和其他美元资产，那欧洲投资者对美国资产的敞口更加庞大。也就是说，欧洲不只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它还是美国最大的资本来源之一。就更关键的是货币，今天全球储备货币第一名，毫无疑问还是美元，但排在第二的不是人民币，而是欧元。所以从全球资本市场的角度看，真正有能力和美元形成一定竞争关系的货币，目前仍然是欧元。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很重要，欧洲央行同样不能忽视。因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成熟资本池，本质上一直在美元资产和欧洲资产之间反复寻找收益。美国更强，钱往美国走；欧洲更强，钱可能增加欧洲配置，欧洲出问题，资金往美元避险，美国出现危机，资金又会重新寻找其他出口。全球资产价格很多时候呢，就是在这些巨大资金池之间不断迁徙。而现在 AI 又把这层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几年，美国科技巨头在 AI 上砸进去的钱已经是天文数字。英伟达卖 GPU， 微软、亚马逊、Google 建设云端和数据中心， OpenAI、Anthropic 这些公司烧钱训练模型，背后呢还有电力、存储、网络、服务器。问题是，那么多钱砸进去以后，最后谁来买单？美国市场当然很大，中国市场也很大，但中美呢在先进芯片和 AI 技术上的限制越来越多，而且呢中国自己呢也在建立完整 AI 产业链。那么美国科技公司精到想把 AI 真正变成全球性的商业模式，就一定绕不开另一个拥有巨大购买力的市场——欧洲。这就是很多人呢容易忽略的地方，欧洲自己的超级 AI 公司并不多。真正占据全球头部位置的大模型、GPU 和云服务公司，目前呢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但欧洲企业对 AI 有没有需求？当然有，企业要上云，制造业要用 AI， 银行需要模型，医药公司需要算力，政府也在建设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问题是欧洲需要 AI， 却并没有掌握整条产业链。最先进 GPU 主要掌握在美国公司手里，云服务的头部企业同样集中在美国，大型基础模型也是如此。结果就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意思的商业结构。欧洲越积极拥抱 AI， 美国科技公司越容易收钱，买芯片，英伟达收一次，租云服务，微软、Amazon、Google 再收一次，使用模型再付一次，企业购买 Copilot、AI 软件、数据库、
安全服务又继续收费。你可以把整个 AI 产业理解成一条高速公路，而美国科技公司现在做的事情是尽可能把收费站建在高速公路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欧洲企业只要想往前开，就要不断交过路费，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原稿还提到另一个资本循环，美国科技企业可以直接向欧洲资本市场融资，欧洲机构买他们的企业债，把钱借给 Google、Amazon 这些公司。美国公司拿到这些钱以后做什么？继续建数据中心，继续买 GPU， 继续训练模型，继续扩张 AI 基础设施。等这些基础设施建好之后，欧洲公司需要使用 AI， 又回来给美国科技企业支付云服务费和软件费。你会发现这个循环非常有意思。欧洲资本提供了一部分钱，美国企业拿钱建设 AI 基础设施，资产归美国企业，技术归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最后还要继续付使用费，有点像你出钱帮别人盖了一栋大楼，楼盖好以后产权是他的，然后你自己想进去办公还得继续付租金，这就是美国 AI 产业最强的地方。真正可怕的不是某一家公司技术领先，而是芯片、云端、模型、资本市场和软件生态已经形成一个相互强化的闭环。那欧洲当然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欧洲现在正在不断推进自己的 AI 基础设施，要建 AI 工厂，建设大型算力中心，扶持本土模型，减少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问题是，建设自己的 AI 工厂不等于自动拥有自己的 AI 产业，你建一个数据中心，里面还是可能大量采用英伟达、AMD 的芯片，你建出了算力，最后租用这些算力最多的客户，也可能还是资金更充足的美国科技企业。所以欧洲真正面对的问题不是我要不要搞 AI， 而是我有没有能力控制 AI 价值链里利润率最高的那些环节，这才是真正的竞争。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经济稳定对美国科技公司非常重要。如果欧洲拥有足够强劲的经济增长，企业就有钱继续采购 AI， 银行愿意融资，公司愿意做数字化升级，政府也敢投资基础设施，美国科技企业就能继续从这个巨大市场里收钱。但如果欧洲陷入债务危机、能源危机、经济衰退呢？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欧洲企业首先削减资本开支， AI 预算可能被砍，云端扩张放缓，政府财政开始紧缩，银行信贷收紧，最终美国科技公司的海外需求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说美国希望欧洲彻底崩掉，其实并不符合完整的商业逻辑。美国需要欧洲，欧洲呢是客户，也是资本来源。但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希望欧洲在芯片、云端、模型和软件上彻底摆脱美国。所以双方真正存在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谁消灭谁，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竞争关系。美国需要一个有钱的欧洲但最好还是一个需要美国科技的欧洲。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再来看现在欧洲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 AI， 而是债务。原稿呢列出了几个非常夸张的数字，希腊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仍然非常高，意大利超过 GDP 的 130%， 法国也已经超过 100%， 这是什么概念？你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国家一年创造100块钱的经济产出，但政府背后已经欠了超过100块甚至130多块的钱。当然呢，国家债务不能简单等同于家庭欠债，因为政府可以征税，可以持续发债，也有中央银行体系。但问题是，当债务规模已经很高的时候，最怕的东西就是利率上升，因为债务不是一次性还完，旧债不断到期，政府需要发行新债，把旧债滚下去。以前利率 1%问题不大，现在如果融资成本变成 4%、5%， 每一次旧债到期重新发行，利息支出就会重新定价，时间越长，压力越大。这就是欧洲今天真正的软肋。更麻烦的是，欧元区还有一个天然结构性矛盾，德国和意大利不是同一个经济体，希腊和荷兰也不是，生产率不同，你财政状况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债务水平不同，通胀情况呢也不同，但他们使用同一套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只能制定一套利率。于是问题来了，如果德国经济很强，通胀很高，理论上应该加息，但意大利债务巨大利率一升，融资成本可能迅速增加反过来，如果意大利经济太弱需要降息刺激，德国如果此时还有严重通胀，降息呢又可能让物价继续上升。这就是欧元区从诞生那天开始就一直存在的矛盾，币是统一的，财政却不是统一的。而这种结构最怕什么？外部冲击，美宝，特别是能源。欧洲本身对进口能源依赖较高，天然气、石油价格一旦突然上涨，欧洲受到的冲击会非常直接。能源价格上升，企业成本上升，
运输成本上升，居民电费暖气费用上升最后全部进入通胀。通胀呢，如果居高不下，欧洲央行呢就很难轻松降息，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还可能被迫维持更高利率。但问题是，高利率又会继续压迫那些高债务国家，于是呢，一个危险循环就可能形成：能源上涨，通胀上涨，利率维持高位，政府利息负担的增加，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下降，市场开始怀疑偿债能力，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上涨，融资成本更高。这才是所谓欧债危机 2.0 真正值得观察的路径。它不是某一天突然宣布欧洲完了，而是债务、能源、通胀、利率和经济增长5个齿轮慢慢咬在一起，直到市场开始攻击最脆弱的那一个国家。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类似逻辑。2009年底，希腊财政问题开始集中暴露，市场随后发现问题不只有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财政和金融压力。投资者呢开始抛售欧洲风险资产，欧元承压，大量资本寻找更安全、更流动的资产。然后美元、美债和美国市场重新获得资金流入。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危机以后，美股后面的上涨不能只用一句美联储印钱来解释。宽松货币政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欧洲持续出现危机，也确实增强了美元资产相对于欧洲资产的吸引力。这套机制今天依然存在。假设未来真的出现欧债危机 2.0， 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欧洲国债被抛售，欧元承压，市场风险偏好下降，部分资金寻找避险资产。而全球最大、流动性最深的避险池依然是美元和美国国债，一部分钱进入美债，另一部分资金在风险稳定以后又可能重新寻找美国优质股票。所以欧洲危机和美股上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欧洲越惨美股一定越涨。短期危机爆发的时候，美股同样可能跟着跌，全球去风险化的时候大家什么都卖。但中期真正要看的是危机之后资金最终停在哪里。如果欧洲资产失去吸引力，而美国金融系统呢依然保持相对稳定，那么全球资本很可能重新提高美元资产配置，这才是历史真正值得参考的地方。但今天呢，还有一个和2010年完全不同的新变量 AI。 2009年美国最重要的资产叙事还是互联网、消费、金融和全球化。今天美国掌握的是 AI 产业里最赚钱的一大批环节， GPU、 云端、模型、软件、数据中心、资本市场。如果欧洲资本因为自身风险增加而继续把更多钱投向美元资产，同时欧洲企业又继续购买美国 AI 服务，那么理论上确实可能进一步加强美国科技公司的资金优势。但是反过来也不能忽略另一面，欧洲呢如果真的进入严重衰退，它购买 AI 和科技服务的能力同样会下降。所以投资者真正应该做的不是把欧债危机直接理解成美股无脑暴涨，而是追踪3条资金链。第一条，欧洲债券市场，意大利、法国、希腊等高债务国家的国债收益率有没有突然失控。特别重要的不是 4% 还是 5% 这个绝对数字，而是他们和德国国债之间的利差有没有快速扩大。因为利差真正反映的是市场不开始怀疑某个国家。第二条，欧元，如果欧元持续快速走弱，说明资金正在对欧洲经济和政策进行重新定价。欧元越弱，欧洲进口能源和美元计价商品越贵，又可能重新推高通胀，这就会进一步限制欧洲央行降息的空间。第三条，资金有没有真正回流美国？美元指数、美债需求、美国大型科技股，这些资产呢，如果同时出现资金增强，才能说明欧洲风险正在变成美国资产的相对优势，而不是看到欧洲新闻一出来就直接冲进去买美股。这两者完全不同。所以今天呢，最大的机会不是预测欧洲哪一天爆，也不是相信什么神秘力量在背后操控欧元。真正有价值的是看懂资本为什么移动。钱不会因为爱美国就流向美国，也不会因为讨厌欧洲就离开欧洲。资本只有一个国籍，叫收益和安全。
哪里回报更高，哪里流动性更强，哪里风险相对更低，钱就往哪里走。今天美国和欧洲之间真正的竞争本质上也是如此。欧洲拥有巨大的市场、大量资本、工业基础、人才、消费者，美国则掌握了 AI 时代最关键的一批技术平台和资本市场优势。欧洲需要美国 AI， 美国也需要欧洲的钱和客户，他们既是盟友，也是竞争对手。而真正可能改变这个平衡的，不是什么秘密计划，是经济增长、能源价格、债务成本、技术能力和资本回报率。如果未来欧洲真的能够建立自己的 GPU、云端、模型和软件生态，美国科技企业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利润池。如果欧洲做不到，它对美国科技基础设施的依赖就会继续。如果欧洲债务再出现严重问题，资本又可能进一步向美元资产集中，这就是今天整盘棋真正值得看的地方。所以别再简单问美国最大的敌人到底是不是中国，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问错了。国际金融根本不是一场只有2个玩家的比赛，中国决定制造业和新兴科技竞争，欧洲决定全球资本和消费市场的重要一部分，日本影响全球利率和套息资金，中东影响能源。而美国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把这些力量最终都连接到了自己的金融市场。全球企业需要美元，全球机构买美债，全球投资者买美股，全球企业使用美国科技，这才是美元体系最深的护城河。但也正因为这样，一旦欧洲真的出现新一轮债务危机，它产生的影响绝对不会只停留在欧洲。欧元会动，美债会动，美元会动，美股会动， AI 科技股也会动，最终影响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账户。所以未来真正值得盯的不是那些某个国家马上崩盘的夸张标题，而是几个非常具体的信号。欧洲高债务国家融资成本有没有突然失控？欧洲央行有没有被通胀逼到无法宽松？能源价格有没有再次对欧洲形成巨大冲击？欧元有没有持续快速走弱？以及最重要的，全球的钱到底开始往哪里走？因为每一场真正的大行情背后，最后都不是一个新闻标题，而是一场巨大的资本迁徙。10几年前，欧洲危机之后，全球资金重新拥抱美元资产。今天，如果类似压力再次出现，历史不一定简单重复，但它很可能压着相同的韵脚。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也不是去猜谁在幕后操控谁，而是在所有人只看到新闻的时候，看见新闻背后的资金方向。因为市场最终奖励的，从来不是声音最大的人，而是最早看懂钱正在从哪里撤走，又准备流向哪里的人。